大家好，欢迎来到开线西欧战法频道。那美股在周五出现了一个微弱的下跌，0.42%，但是整轮行情呢，我们看到它的反弹一直在继续。首先呢，我们看到低点出现在31500点之后呢，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欧过程当中，分别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并且呢，成功站上了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位于33000点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成功站稳之后，我们看到周四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一轮标志性的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美股会出现一轮反弹并且呢，这个反弹会成功走出一个反转的行情。那么行情走到34000点附近之后，我们看到上方出现了4次的34000点的一个等位置波峰。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就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就能够出现一个新高的行情。那么我们正在等待的是日线级别出现八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如果最终走出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的话，我们相信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欧也会成功走出来，并且呢，行情出现反转之后，会不断走出新高，最终呢突破上方的一个高点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最高点36952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美股和比特币正在由背离，也就是美股下跌，比特币反弹。现在的行情是比特币上涨，同步了美股的上涨。那这个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在当前行情在4月10日的这一天，走出了新的一轮的一个悟空阳线。目前行情在高位，在3万点到31000点震荡，这个区间震荡呢是属于一个八件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上方呢就有机会走出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目前169均线位于29000点的29000美金的这个压力已经完全突破，并且呢，本周正在走的是唐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走出来之后，我们会根据 K 线西欧战法的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下周可能会迎来一定的回调动作。调整之后呢，要注意重点注意看29000美金，也就是位于169均线的这个周线级别的支撑位能否真正的站稳。如果能够站稳的话上方突破140均线，也就是32000点之后更大时间级别的上涨将要展开。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看周线上主要有这样的一个指标，一个是50均线和10均线能够突破140均线和169均线的话，证明行情从反弹过渡到反转行情当前行情当中可以把50均线和10均线呢作为观察线，那140均线和169均线作为操作线。那操作线一旦突破观察线之后，意味着行情正式打响了反转的信号。从趋势到当前点位的操作，我们要把时间级别调到更小的一个时间级别，也就是小日线上去找到合理的布局多头或者现货的点位。怎么样找呢？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1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两个线就是目前行情震荡过程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撑位。这个支撑的区间呢，目前是在3万点到29000点。如果比特币的价格能回落到这个区间，证明这个区间是有支撑的在这个位置上是可以布局多单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再次调整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正在运移到了上周行情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位于28500美金的一个筹码密集区。那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是做一个止损的位置，如果跌破这个位置，行情会由多头转入到空头行情当中。所以呢，这个位置也就是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169均线设置一个止损。如果你不设置止损，这个位置是你可以补仓的位置。补仓之后在下一个时间级别，也就是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的最重要的支撑位144均线、169均线距离我们非常远，所以呢，这个位置不作为止损位或者补仓的位置。那么进一步的止损的位置呢，我认为是在27000美金也就是上周行情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这个支撑位附近，你要设置止损。如果行情一旦发生变盘的话，你可以及时减仓。那我们 K 线西欧战法给出来的东西就是
做大的趋势，把握方向，同时分仓进场，并且每一个仓位呢有一条保护线。这条保护线在行情当中的操作呢，就是要设置止损。那么目前仍然属于一个多头行情，在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不跌破的情况下，行情就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的杀升阳线和唐僧阳线。所以呢，虽然周末周六周日两个交易日行情处在一个31000点以下的震荡行情当中，但是并没有发生快速下跌改变方向因此呢，多头依然是我们的主要获利方向。那么这一轮行情我们看到以太坊涨势非常迅速这里的上涨的原因是因为以太坊对标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发生了反弹，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成功站上了 0.067 这条支撑线呢，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交点位之后形成了一个重要支撑。那么目前走的这个位置上方存在144日均线位于 0.07 的压力位，所以呢，以太坊目前涨速变缓，但是整体结构来看，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成功看到了一个4月13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这根悟空阳线呢脱离了筹码密集区，走出悟空阳线之后，4月14日走8阶阳线，目前呢正在酝酿杀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并且在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的结构上看，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画出一个波峰连线但是波谷连线我们画出来之后没有办法找到焦点，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看不到焦点的情况下，它的上涨趋势依然成立。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日线级别杀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会将以太坊带到$2200，并且呢，在周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轮周线级别上涨息完成之后，以太坊的价格成功站上了144日均线这里是周线级别的144日均线，站上这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是有一定空间的，目标点位呢是在$2550，这个位置呢是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缺区，有可能在这轮行情当中得到充分的回补，回补之后呢，行情才有可能做一定的调整。所以呢，目前多头趋势当中，不要因为一点的震荡因为杀僧阳线这个位置上是充满震荡的，杀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都震荡，不要因为这些震荡和干扰性的 K 线交出你底部的筹码。那么这轮行情我们关注到次新币种出现了一个快速上行的趋势，特别是 ID 和 ARB 这两个上线币安交易所的次新币种呢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我们首先看一下 ID 这轮行情做出了一个横盘震荡，这个横盘震荡我们看到振幅非常小，原因是之前开盘的时间点在非常近的一个时间点开盘之后呢有一个上拉动作插针上拉导致最近的震荡我们看的不太明显，所以呢，我们应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之后，可以看到下方的震荡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在近焦点区域附近发生了快速上行。那么目前的上行动作呢，构成了2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8阶阳线出现了，目前呢。震荡过程当中正在酝酿杀僧阳线，如果杀僧阳线成功走出来的话唐僧阳线也可能会出现。所以呢，对于次新币种，目前资金方面最关注的币种我们看到成交量在币安上 ID 已经排名第3，成交量非常巨大，所以呢，超级主力的资金很多热钱都在关注 ID 和 ARB 这两个次新币种，所以呢，目前行情当中它有一个冲高的需求。我们知道量价往往是齐升的是一轮多头行情的标志，我们看到底部行情量价正在出现快速上行，所以呢，对于 ID 来说，我认为还是会有一个高点的，但是这种币种呢，波动往往非常巨大，像我们之前参与的 OJ 我们是在底部埋伏的，后来有个消息让它疯狂上涨几乎上涨了4-5倍，但是上涨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杀学习式的回落。对于 ID 这种也是一定要设置止损之后这个止损你可以在目前小日线级别波谷连线这个区域上设置止损之后再进场那你可能获得杀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带来的巨大利润。那么 ID 呢是这个域名板块ARB 它是一个空头之前空头非常热门，
然后一路上涨之后，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已经冲出新高，新高之后解放全人类。然后这轮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同时也看到了非常类似于 ID 走出了第二轮4小时级别上涨息由，目前正在4小时级别的8件阳线的势力范围做运行。那么这轮行情它只要不跌破1.5美金，上方就可能走出4小时级别的杀三角线和唐三角线。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类似于 ID， 因为它是同时上涨的一个次新板块，走出红阳线之后，目前正在8件阳线的势力范围，两个干扰性 K 线不影响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上方可能会有杀森阳线和唐森阳线，但是这里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啊 ，ID 目前已经强势于 ARB。那么在行情当中，我认为啊，做强晚攻当晚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所以 ID 呢是目前次新板块当中的龙头啊，要做肯定是要选择龙头。但是如果你求稳的话 ，ARB 做了一定的调整啊，你在这个点位是可以布局 ARB 的。那么它的调整过程目前已经做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修，下跌修完成之后，如果不继续下跌，就可能发生反弹。所以呢，这一轮行情在调整之后，要把止损设置在1.5美金之后再考虑进场 ARB 啊，它是一个强势币种当中的次级别的龙头，也是二龙头，所以呢要做，我认为做 ID， 但是你如果保守的话，你做 ARB 也可以，但是做 ARB 风险是比 ID 更大一些的，要在进场的同时设置止损。早盘我们看了一个 CFX 啊 ，CFX 是这轮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无论这波行情有没有出现一个继续的上涨，毕竟它是一个龙头币种，目前尚未动作，但是这个位置在结构上我们看到了一定的机会，特别是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焦点呢是不断的后移的啊，特别是在4小时级别上，你可以看到。形成焦点之后啊，在焦点附近发生突破，然后出现横盘震荡，把这个焦点呢产生了后移。我们知道啊，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焦点后移之后，让它的震荡时间再度拉长，拉长之后呢 ，CFX 呢是在比特币之后有补涨需求的。所以呢，在4小时级别不跌破4小时级别均线169均线的情况下，目前在焦点位啊是有特别大的机会啊，对于 CFX 来说。对于 SXRP 来说啊，这轮行情出现了一个反弹，这里的反弹我们观察的是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息优的反弹，反弹之后我们看到它的回调深度是比较深的，没有完全跟上像次新币种 ID 和 ARB 的涨幅，但是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如果能够完整的走出小日线级别下跌修啊，目前小日线级别下跌修已经走完了，完整的走出小日线级别下跌修，回踩0.62美金附近，这里面存在一个小时线级别140均线和169均线粘合构成的一个支撑位啊，所以呢，回踩到0.62是一个补仓的一个机会啊，这里面重点要看一下啊，因为 SXRP 是之前支付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上涨幅度达到268%，巨大涨幅之后快速回调，回调幅度也非常巨大，达到了接近40%，40%回调之后反弹过程和再度回踩之后啊，又给了我们布局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